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1月6号，今天是我们2023年第一期周末复盘与展望视频。在新年一开始，市场就给出了我们一个发大财信号。那么这个发大财指标，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如何去应用？那么它所指代的是一个短期的一两天的这么一个反弹，还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日线级别的波段，还是说市场在这个位置上就出现了一个底部的特征？我们该如何做后续的应对？我如何去看这个市场？很多朋友今天都知道啊，最近出现了一些宏观数据，尤其是就业方面的，那么怎么解读都可以。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从资金博弈的角度来说，该如何去看市场的后续走势？那么我们最后还跟大家分析一下中概股后面的走势和我们关于特斯拉的整个从310下跌到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看多看空的一系列的分析的这么一个总结。好，如果您喜欢这样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分享、转发。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好，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的咱们回来这个初期，市场已经连续横盘了1、2、3、4、5、6、7、8、9、10、11、12、13，也就是12个交易日啊，12个交易日，在这个过程中横盘超过2周或者3周。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形成了一个发大财信号，也就这个买入的这么一个信号。那么这个买入信号我们该如何去解读？那么首先要看到在我这个交易系统中，我的这个信号出现的频率和位置都在什么时候？它有什么缺点？尤其是它有什么缺点？我们的每个信号是怎么制作出来的？那么我们这个信号怎么去用，跟它的性质和我们如何去用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一个信号的使用，我在做的时候，在写的时候，主要是根据它一些尽量不用价格，也就是尽量不用价格，而是用价格之外的一些因素进行一个分析，包括我们说的深度啊，包括我们的强度啊，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市场一些的其他的恐慌和贪婪的一个表现。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市场的走势，比如说是下跌过程中，但实际上它的情绪比较好或者说是深度在复苏的过程中，它就会形成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背离，那么就会产生我们所谓的一些信号和颜色的一个更动啊。那么之前的买点都是这种黄色的点儿，那这个黄色点儿它相当于就是一个相对来说频繁一些。大家知道，准确率越高的信号一定会出现次数越少，而这个出现多的信号一定会假的信号就非常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场中很难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买信号。那么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标准的买信号，那之前这地方有一个买入的区间，那么这里也有一个蓝色的和一个黄色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买点，那么这里有黄色的买点，这里都有买点。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那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出现这个信号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在这个位置，2022年1月，那么这里有2个形成了一个底部，但它不是在最低点，就是注意我们想出现的时候，我愿意把它理解成一个当前市场中已经出现底部，或者说非常容易确认底部的这么一个区间和这么一个位置，而它并没有能力抓到那个最低的那个点，或者说特别准确的抓到所谓的低点。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它这个低点弹起来之后，就出现了一个下跌。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新的我们底部的这么一个上涨的结构，上去形成一波直到这个黄色的点出来了之后，那么我们再往回看那上一次出现是在21年的这个时候，那么21年的5月，虽然说市场走得非常强劲，但它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买点。那么再往前看，它的买点是20年的9月，那么这一波的下跌之后形成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回调的买点。那么我们再看，那么之前出现是什么时候呢？这有一个是被闷了，那么这是20年的3月出现了一个假的这么一个信号，那么这就是一个错误的，而且后面的损失会非常大，因为这个位置上就被套牢了那么后面这2个位置上基本上都是一个低点。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出现也是一个黄点加上它，那么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底部的这么一个构造了包括我们说其他的这些指标，我们看底部的这种指标还有我所写的其他的这些都是一个向上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么向上过程。那么我们再看之前，包括这个2018年4月份的买点，当然对应的这个卖点也是很强。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面2016年的1月，还有这里面15年的这个买点，它不一定是也是没有买在一个所谓低点。其实看它也弹上了一大段之后，后面还有一个下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再往回调再看的话，这就是12年的，还有12年的和这个11年的。那么再往前，我们很多数据可能就不够了。再往前到08年的话，它数据就不太够了那么08年这里都没有出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07年有一个出现。好，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这样的一个信号会有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它的覆盖率不足。因为我在这里面设定了大量的一个条件能全部满足的时候，全部满足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它这里会出现不是所有低点都会有信号我们可以做一个验证，我用 zigzag 这种比较马后炮的一个数据来去验证我的覆盖率和我的成功率来说，我希望所有的这些黄点也就是马后炮跟我马前炮的信号最好都是有重叠，就是我有一些提示但是我可以看到大部分地方像这个位置上是没有提示的，那么这个位置上有。那么我所发现的就是首先我所处的这个发大财信号出来之后，它应该拥有一个比较高的胜率。那么从我们这个指数的角度上来说，它代表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底部，那么它还是一个区间。那么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走了一个熊市的这么一个格局，那么至少有一波反弹，然后它应该会有一个从这个信号的质量角度来说，它会有一个像样的向上那么整个这个系统呢，我们是开放，大家也可以用这是付费，但是首先是我自己开发和自己使用的，所以平常的话您有兴趣那联系，您没兴趣也无所谓这本来就是我自用的这么一套东西。好，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这是一个现在的买信号。那么我们来看纳斯达克，我们换成 NQ， 纳斯达克这里面的信号就会多一点，那么这里可以说噪音也会多一些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出现了一个买信号之后，它还是没有拿到一个低点，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底部区间。那么它和它之间距离这么近，又来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买信号。那我们可以说，这里会不会就是纳斯达克今年的一个低点呢？有可能。那我们一会儿会从周线上再来看它，如果再向下的话，我们会有什么位置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低。那么这里也是一个没有抓到最低，仍然是没有抓到最低。所以说我们在熊市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它往往都抓不到最低，就是拉起来一波之后很可能会下，而下的那一波往往会成为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买点。那么这里也是买上来之后它会下，你看买上来之后会下，之后形成买点，那么买上来之后再下，那么这里有没有可能也是上去之后再下，然后形成非常好的买点呢？也是非常有可能。但是它会告诉我一个，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是一个底部的区间。所以说我们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这样的信号出来的时候，你首先不能在这个位置上大仓位的去做空，因为你这里做空意味着什么？它向下的空间在统计上对你不利，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排除说，那这个今天市场就是暴跌，你可以去这么做，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在统计上对你不利，意味着我在下一个空仓的时候，我的止盈或者说我所看到的盈利的区间是非常受限的。那么我既然盈利的区间是受限的话，我要非常非常小的止损才能在这里下空仓，那么我的损益比或者说你在交易过程中所要看的盈亏比就会变得非常差。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即使有很多我跟你说股票回购窗口的关闭，包括 CTA 的卖出，包括市场情绪的低落，我都可以说，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做空是相对比较危险的。我们再回来看也是这样，我们在这里一个卖出，那么其实可以跟我之前 ES 进行或者说标普互补，标普在这儿和这儿是这个地方是有的，所以它们之间是会形成一个互补那之前这是20年的纳斯达克好没有假信号，那么18年也是，那么基本上它们属于还可以。那么我也就是说，纳斯达克整体上买的这个准确度或者说精准到特别低的那个点的能力是比标普的差，但是整体上它的胜率是高，就是很少有像标普这个之前3月份给了个假信号之后闷下去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纳斯达克和标普在同时在这个位置上都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在市场现在是走出了一个比较弱势的，或者说从弱势走出了一个相对恐慌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
10个人如果9个都看空的话，那这个市场定然会出现一个反转的行情，定然会出现反转。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颜色在这里一变啊，一变颜色的话就容易形成趋势的变化，因为这个颜色代表的就是一些指标的背驰啊。那么这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的这些走势。好，那么一个系统或一个数据，那么需要可能用到的，它有些不同的平台会有些数据的限制。那么我在另外的平台，也就是 Thinkorswim 上做了一个类似的这样系统。那我跟大家注意一下，所有的这些信号没有一个是马后炮啊，就是说出现了很长时间，就趋势走完了，我才后面给你加一个信号，都是当时就会出啊。当时指的是说今天这个日线走完的第2天，它会出来这个信号。那么我想说的是，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对它的一个覆盖和它的正确率进行这么一个评判。那么我在这样的信号中也是找一些共振点。那么我可以看到纳斯达克在TOS 的信号中，可以发现这些伪信号是比较多的。所以我特别喜欢看在标普和纳斯达克同时出现一个不错的买点的时候，我认为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比较不错的点。那么我可以看到这一路上来其实差不多，尤其这个卖的其实是比较差的。所以说我们在买这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互补，因为绿色是我写出来一个比较强劲的那么一个买点。那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买点，然后我们再看到这里有一个买点，就是我们跟刚才那个系统是共振的。那么今天这个地方也是共振，那么纳斯达克和标普在这个位置上也实现了一个共振。所以说在2套不同的或者说用的比较不同逻辑在书写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都是一个偏多的状态啊。那么偏多状态出来之后，那我们在做交易计划的时候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小盘也是这样。那我在做交易计划的时候，我不会说认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一定就会多，而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再分享我们昨天写的，就是说准和不准是我们实际收益影响非常小。我们真正在交易过程中，实质是找到高损益比，并形成合理的执行计划，找到你的爱值。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反复折腾，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它形成了一个箱体，而这个箱体是比较多的天数，它在这个位置上，大家注意，它容易形成一些假突破或者是破线翻和折腾。那我们就不怕市场来折腾我们，你在这个位置上像 QQQ 也好，这个位置上突破就去做多。那么如果这个位置上形成假突破，我们马上反手做一个空仓做空仓或者做保护这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交易策略。那么就是在横盘了这么多天之后我不去在这里去强行的去猜所谓的涨与跌，而是在它形成对这个箱体的突破，它会形成一个新的趋势的开启。我们在新的趋势开启的时候，抓住这样的点，持有它，你在上面可以直接看到趋势线也就是我们这个高点的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上就是4000左右4000左右。好，那么首先我们知道了锁定在4000左右的这么一个阻力点去进行一个观察，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相对底部的一个状态的出现。那么我们如果说市场上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市场上我个人从长期来看，我仍然没有认为它会高枕无忧，没有高枕无忧。但是我们在市场中从周线的角度来说，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周线上来看，如果市场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日线上的一个反弹，而这个反弹并不是非常强劲，之后再出现一个新的下跌，那么我们这个下跌如果是反弹之后的一个下跌的剧本的话，我们看在什么位置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位置呢？就是在这样相对来说这个位置，大家看这个位置差不多是9800的这个位置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我们疫情之前比较高的一个点和疫情之后恢复之后的一个疫情这一波的起涨点，它这里是做了一个 cup 的一个突破，它其实是这一波的一个起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100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9800成为我们中长线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看到是11000到9800，其实还有1000点，也就是说大约大三个再下10%，那从高点向上下来之后，这就是40%多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40%多，你就说如果最差的熊市咱跌50%多，
你其实这里面向下的空间已经极少了。大家注意，2008年你就算吃55%这种下降的空间，可别忘了后面有多少年的上涨。所以美股作为一个多头为主的或者多头控盘时间为主的这么一个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也很好的如果下降，去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讨论和学习，我们为粉丝们建立了交易之刃的 Discord 讨论频道，在这里大家可以跟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讨论学习，分享股票的知识。好，那么稍微说一下我们这礼拜的一个板块上的大蓝筹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些大蓝筹的表现，我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一个观察我们可以看到 Google 的这个走势Google 的这个走势这里面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弱势的一个走势。但是我觉得我这里先看到 Google 在这里面的下降的这个动能已经出现了一个走弱， Google 的下降动能在这里是走。但是我想多说一句，就是新出的 OpenAI 的那个可以跟它进行互动的那个工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就是这个叫做什么 GPT ChatGPT 吧，这个工具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认为它是革命性的。对于 Google 来说，如果它没有特别强的一个回应，也出类似这样的工具，或者是对搜索引擎的这么一个改革那么我认为 Google 未来的前景可能会遭到非常大的挑战。那么这是我们从基本面来说的，那它的整个广告公司或者说它的这个走势会受到挑战。那我们来看苹果在这边没有出现非常强力的买点那么但是它走的这个位置来到了这里面下上下的一个区间，这是我是如何来看这个苹果的呢？因为我从苹果的估值，我们再说苹果这种简单估值方法说 PE， 那么如果来看到苹果的 PE 的话，那么它这里的来到了现在20是之前这个位置上一个18年之前的相对的一个高点。那么你可以说苹果的预期苹果这边预期它的走势会或者走弱呀，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你知道它下跌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预期走弱，所以 PE 会因为在 PE 没变的时候，我的还没出新的季报的时候，都会预期走弱的情况下，它 PE 就会走低。那么在19年比较低的时候，就12、13。那么我认为这个公司仍然我是看大约在15左右是一个非常不错的。17到15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买点。同时那如果你要是走的比较急的话，或者说着急的话，那么这个位置上其实也有类似于底部样子出现。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不能对这种大型的优质资产过于看空，因为美股的优质资产在某种情况下属于在明牌，所以它一定要杀一些我们所说的这些爆仓盘，才能把这个筹码抢过来。那么这就是咱们看到的苹果。好，那我们今天还想多说一下，再说一遍特斯拉。上周我们其实分析过了那么特斯拉这种下跌是不正常的。那么它不是因为所谓的我们说这公司法基本面怎么样？那当然我一直都是特斯拉降价的倡导者，我认为特斯拉就应该降价，而且降价到像麦当劳和好事多 Costco 一样你卖车就不赚钱，那么最后还可以真正的占领市场之后，你自动驾驶也好，汽车保险也好，这样的业务会大幅的回馈于你。而且我想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果特斯拉降价对它的毛利率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从而使它的 PE 这个价值升高，你会不会认为它的估值变大呢？这个问题要分两步回答，就是你要怎么看。如果你把特斯拉当做福特或者通用这种传统汽车公司，当然它的利润率降低，它的这个 PE 升高会对它影响非常大。但是如果它的产量和 revenue 也咱们说的营收增长是足够快的，那么可以完全当做成长股。因为我们之前所做的成长股之所以能那么涨，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成长，像 Snow 能给出如此之高的估值，全是因为它的年成长率100%，几年扛下来这么做的，而且成长出现加速的这种状态。那么当下整个市场对于成长股是非常不友好的，当然就是看你如何去定价一个成长和价值。如果把它定成了价值，那么降价是不好的。但对于我来说，我把它还仍然看作一个成长股来判断。
那么特斯拉整体上这个位置上是出现了标准的我们所反脆弱行情。那么这个绿线出来之后，这里又爆量，今天低开7%之后能拉回，而且变成了正收益，那么正的2%多。那么我们可以看5日线是压制住它了，但是今天的这个是真金白银买出来的。上面我们有大量的套牢盘，不仅是在200多，我们其实说过这里就有好多套牢盘，这里又有好多套牢盘。那么在随着这个下跌的过程中，该爆仓的爆仓，该割肉的割肉，反弹一下之后又下来之后，其实真正的绝望或真正割肉主要的割肉浪是来自于这个 K 线和这三根 K 线，其实才是最大爆仓和割肉量，大家是绝望了。当你绝望的时候，今天再次低开，会引发新的一波恐慌和卖出。那么这些筹码实在坚持不了了，和早期买特斯拉的信仰者，那么这个时候精神上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那么这个时候，当你绝望的时候，特斯拉出了这么多幺蛾子，一会儿要降价呀，又说那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你最后真的扛不住的时候就会卖出。那么卖出的话，这样的阳线从底部跌7%，直接拉回正的2.多，这个不是散户能拉得动的，一定是机构的一种合力，就是有很多资金在这个位置上认为它是一个底部。那好，你该如何去应对它的卖出呢？那么我们认为应对它的一个卖出就应该是什么？就是不应该再等一个阴线回去。如果一个阴线再回去的话，那么再回所谓的低点，那这个就不是低点了，那后面还有一大段下跌。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形成底部，我们说就应该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坚实的阳线，那么就守住这个阳线，后面应该出现连续的进攻才对。举一个例子，那么我们看英伟达之前有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也是在这儿吗？还是这儿？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英伟达的这个地方，大家注意看也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下跌过程中，大家注意，这是一个牛市的回调。那么下跌中出现了缩量，这个也是严重的低开之后硬拉回什么一个阳线之后，那么这里就开启了它的一个下跌浪。那么这个英伟达和特斯拉是有点不同的，因为在这个位置上也好，说它的这种反脆弱的这种买点还是属于牛市启动的这么一个买点。它和特斯拉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大规模出血。我们说从400多到100多的这么一个对于信仰股对于大家对特斯拉喜爱的这么一个疯狂的这么一个下杀，那么对于整体来说，那么是非常残酷的。所以这个位置上一定是真金白银买入。所以我跟大家讲，特斯拉这个位置上，我就在这里看底部。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底部没有的话，那么后面非常恐怖，还要有一个大的下跌。但是这里我基本上就看底部，因为这里面就是很多资金买入的这么一个。好了。那么今天我们更新就到这里，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也可以或者说对我们指标什么的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我们 Discord 进行询问，找我们的管理员。那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请分享、点赞、转发，希望我们可以为大家做更好的服务和分享。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拜拜。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